暗杀教室第1季结束，但冲绳岛的3天度假还剩最后1天，好不容易恢复的沙老师组织大家玩起了试胆大会，男女2人一组穿越海底洞穴，沙老师则是扮成鬼魂到处吓人。当然，沙老师的目的不只是恶作剧，他还要撮合小情侣。他的这群学生太过沉迷暗杀，居然一个搞对象的都没有，这怎么行？沙老师就想利用恐怖的氛围营造吊桥效应当红娘，结果小情侣没撮合成，自己倒是被一群学生吓得吱哇乱叫。没能看到偷偷牵手的小情侣，沙老师又哭又闹，被学生们吐槽多管闲事儿，他们这个年纪最讨厌传绯闻了。结果众人一扭头，瞧见了缠着乌间老师的比奇，这2个人绝对有情况。一群学生的八卦之心疯狂好奇，很难想象比奇这个诱惑了全世界的美女杀手，在面对自己的恋爱时会束手无策。他原本就是想诱惑一下乌间这根不开窍的木头，却没想到最后把自己栽进去了。于是撮合比奇和乌间的恋爱作战就此开始。首先，比奇暴露的衣装就不太对，乌间这种正儿八经的精英肯定更喜欢清纯类型的，于是班里的清纯女神神奇把自己的泳衣借给比奇穿，结果因为欧派太大，比奇穿的反倒是更性感了。而且乌间比起长相性格更在意的是女方的战力，奥田提出了亲自给对方做饭怎么样。虽然在酒店饮食很好，但乌间似乎并不喜欢，一直在吃汉堡泡面，要是约会也吃那种东西也太可悲了点吧。想来想去，问题好像都出在乌间身上。事到如今，他们也只能做好自己能做的了，女生负责搭配服饰，男生负责食物。晚饭的时候，乌间被学生们赶到了外面和比奇单独约会。袁同学从商店买了布，做了条披肩给比奇，虽然披肩很廉价，餐桌的布置也外行，还有一群小屁孩在围观，但是比奇却非常开心，他这回说什么也要把这块木头给攻略了。但是乌间一开口的内容就是暗杀和学生们，搞得比奇不由自主会想起了往事。他问乌间知不知道杀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然后吻在乌间的餐巾上，说了一句我喜欢你之后转身离开了。乌间一脸懵逼，还以为这是什么新的暗杀方式，但是他并不打算想太多。第2学期他会更严格的训练学生们，这就是他的任务。果然是个木头，活该你单身一辈子。冲绳岛的暗杀之旅落下了帷幕。暑假的最后1天，朝田去离婚的爸爸家吃了回转寿司，结果一回头，沙老师正坐在旁边通知他去参加夏日祭。因为乌间有事拒绝，沙老师还特意邀请了在伦敦做任务的罗维罗，对方当然是拒绝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刚挂到电话感慨朝田厉害的罗维罗已经被死神贯穿了心脏。夏日祭点还是来了不少同学，鲜叶和素水惨遭把摊拉黑，赤羽正在勒索抽奖摊主，鸡贝疯狂捞金鱼当晚饭，大家活用自己的暗杀技术都收获满满。比奇去工会帐篷骗吃骗喝，至于沙老师，他在摆摊赚钱，烟花绽放。充实的暑假过去，暗杀教室的第2学期将会是更加惊心动魄的一学期，因为迟迟杀不掉沙老师，国防部再次追加赏金。如果是团队合作，赏金追加到300亿。不出所料的，第2学期拉开了大动荡的序幕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暑假里还发生了一件事，起因是全国鸡蛋产量过多导致滞销。为了拯救鸡蛋和暗杀老师，毛野制定了一套布丁爆杀计划。沙老师非常喜欢甜品，尤其是布丁，梦想就是一头扎进布丁里吃个够。现在他们就来实现沙老师的愿望，不过这份愿望是带着杀意的。操场上已经摆上了制作布丁的机器，毛野准备和大家一起制作巨型布丁，然后在布丁的底部封存大量的 BB 弹，等老师吃到底部的时候引爆炸药。于是一场由政府出钱、学生出力的特殊暗杀计划就此开始。作为一名合格的布丁狂人，毛野对布丁的特性和制作方式了如指掌，一旦将自己喜欢的东西作为是暗杀的主题，往往能表现出惊人的行动力。再加上毛野之前一直担任的辅助角色，这次出色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。经过1天的制作和1晚上的冷却，巨型布丁大功告成，看上去就非常诱人。沙老师果然抵抗不住诱惑，扑上去大吃特吃。布丁的底部有遥控炸弹和监控，起爆的时机就在监控透出光亮的瞬间。然而看着自己倾注心血的布丁一点点被吃，毛野的内心却动摇了。他回想起自己制作布丁的点点滴滴，突然哭着用脑袋疯狂撞墙，不能就这样炸掉他满怀爱意做的布丁，他要把布丁做成纪念装饰在操场上。然而一回头，本来在吃布丁的沙老师突然出现在了教室里，他吃到一半后闻到了炸药的味道，于是潜入地下拆掉了炸弹。他夸奖制作炸弹的竹林同学，爆炸强度的计算非常完美，但是塑胶炸弹独特的味道非常明显，下次要注意。沙老师挑出了还能吃的布丁和同学们一起分享。就这样，毛野的布丁暗杀计划就此失败。不过他并不会因此放弃，软软滑滑的刀刃他可是有很多把的。长假之后，乌间的训练变得更加严格。今天的体育课是跑酷版的警察抓小偷，沙老师负责看守，乌间负责追捕。同学们其实还是挺有信心的，后山非常大，就算是乌间也不可能在限定时间内把他们全部抓获。然而事实证明，乌间是仅次于沙老师的怪物，
不到1分钟，5名同学加上比奇相继被捕，被沙老师看守着被迫学习。如果有人能偷偷去拍一下，监狱里的几人就能获救。但是在这个罂粟章鱼的眼皮子底下救人，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于是刚岛拿出了珍藏的泳装美女照，贿赂沙老师成功脱险。吴坚这边好不容易又抓住几个，结果又被沙老师放跑了，这边抓那边放。时间结束，学生们大获全胜。吴坚气得对沙老师发脾气。然而就当大家以为第2学期的开端一帆风顺的时候，一件让人不齿的事发生了。有新闻报道，最近有个黄色脑袋变态，经常深夜骚扰住宅区内的易罩杯女性，这怎么看都是沙老师吧？沙老师一进教室就对上了学生们不耻的视线。虽然他百般解释不是自己，案发当时他正在1万米的高空上下飞摇晃薯条，但是由于没有不在场证明，还是无法洗清嫌疑。再加上沙老师对欧派的狂热，阿尼果然是个变态。为了自证清白，沙老师决定将自己珍藏的小黄书全部处理掉。结果居然从书里翻出了一件内衣，而日向也发现班级的点名册上每个女性的胸围被详细注明了出来。办公室里还有闷秋中学易罩杯以上女生的详细名单，更别说沙老师还从箱子里拿出了一堆女性的内衣。这下沙老师是百口莫辩，面对同学们的嫌弃，只好落荒而逃。不过这究竟是不是沙老师干的？其实真相还存疑。世宇认为，如果他是个20马赫的偷内衣小贼，是绝对不会留下这么多破绽的。如果学生们认为沙老师真的做了这么不耻的事情，那他就彻底失去了做老师的资格。沙老师倒更像是被人陷害了，而且犯人对他非常了解。同学们决定帮助沙老师找出真凶。如果让这件事闹大，沙老师的身份就瞒不住了。深夜，学生们跑酷进了一栋民宅蹲守，这里是某经纪公司的合宿设施，里面住的是巨乳偶像团体，而且明天还是合宿的最后一天。经过名侦探不破法阿绿的缜密推理，犯人盯上这里的概率接近100%。沙老师为了自证清白，也来蹲守捉拿真凶。果然没多久，戴着黄头盔伪装沙老师的真凶现身了。他非常迅速地取下了衣架上的内衣，就在快要逃走时候被沙老师抓获，摘下他的头盔。大家惊讶地发现，内衣大盗居然是吴坚的部下。还没等沙老师反应过来，突然四面升起的床单阵将他围困在原地，床单上涂满了针对他的涂料。白先生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里，原来内衣大盗是他搞出来引诱沙老师上钩的陷阱。阿银挥舞着触手从天而降，沙老师再次陷入绝境。